好，我们来打开 A。好，这个页面直接擦掉啊，直接擦掉。我们来新建一个合成，1920×1080的啊，点确定。我们要做这个小球动画呢，我们先要新建一个小球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创建一个小球。怎么创建呢？点这里啊，这里有个矩形工具，我们左键长按，不要松啊，然后就出现了这个页面。我们点一下这个，选中这个椭圆工具啊，椭圆工具，然后我们在这个预览窗口绘制一个圆。这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圆呢，它不是正圆啊，它是椭圆呢。那怎么让它变成正圆呢？方法很简单啊，只要按住键盘的 Shift 键进行绘制，它就绘制成了一个正圆啊，正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把圆的颜色改一下，改颜色怎么改的？之前我们讲过的，就在这里啊，填充这个位置啊，我们再点一下这里，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。我们这里选择一个黄色啊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图层的名称再改一下啊，改成一个小球，小球。改完之后呢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球的锚点啊移动到它的中心，它的锚点现在没有在它的中心位置，对不对？我们选中这个锚点工具啊，我们之前讲过锚点工具的，对不对？然后选中之后，我们点一下这个圆圈啊，把它的移动到这个小球的中心位置啊，差不多这个中心位置就差不多了。好，这时候呢，它的体积有点大啊，我们再把它缩小一点，打开它的缩放键，快捷键是 S 啊，快捷键是 S， 把它缩小一下啊。好，缩小之后呢，我们切回到选取工具啊，把这个球往下拉一点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小球有了，但是还缺少一个什么？还缺少个地面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新建一个地面。地面怎么建呢？跟小球一个道理啊。点击这个啊，选取一下矩形工具啊，然后我们来绘制一个地面。好，我们把颜色改一下啊，改成黑色。好，再把地面的名称命名一下。地面，好。接下来给小球打上关键帧啊，让小球动起来。首先我们选中小球，按下它的 P 键，键盘的 P 键，打开它的位置属性啊，在第0秒的时候给小球打上关键帧，然后把小球拉出屏幕。好，我们来到第10帧啊，把小球拖进来，这时候小球就落了进来啊。然后我们再过一个8帧小球，然后弹了上去啊。然后呢，再过一个8帧小球落地。好，再过一个8帧小球又弹了上去。此时小球的弹跳的高度啊，就没有它的第一波弹跳的高度高了，因为根据物理定律，小球每一次弹跳都是比前面一个弹跳要矮的啊，比矮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再过一个8帧小球落地。然后就这样依次循环，让小球不断的弹跳，每一次弹跳的高度都是递减的啊。这个时间的跨度呢，大家可以自行那个衡量一下。好，它会逐渐递减。好，最终呢，小球它是不跳了，直接滚出去了啊。好，我们基本的一个 K 帧啊，基本就 K 完了。当然，目前这个 K 帧呢，还不是最终的效果。我们先预览看一下啊，感觉很生硬啊。这个再拉长一点，啊，很生硬。为了让它看上去更灵动一点，我们选取所有的关键帧，我们给它加入一个缓入缓出的效果，键盘上的 F9啊。按下 F9， 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加上了一个缓入缓出的效果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啊，好，比刚刚稍微好一点啊，比刚刚稍微好一点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还不够啊，我们还要对它的运动曲线进行单独编辑啊。之前我们讲过，运动曲线在哪里打开的？这里对不对？就这个图表编辑器，我们点一下啊。好，点击啊，错了。我们刚刚点回去，要先选中它的关键帧啊，然后再点击它，不然的话你就会出现刚才的错误啊。
好，我们点击一下，这时候呢，它的运动曲线呢就会出现在这个里面啊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它的第一段，它的第一段呢是俯冲进来的，有一个加速度啊，加速度，所以呢，我们刚开始要把它的曲线怎么样缓一点，后期呢速度快一点，这样拉啊。这个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之前也讲过，这个幅度呢，幅度越陡的话，它速度越快；反之，它的幅度越趋平缓的话，它速度越慢啊。你只要这样记就好记了，就容易记啊。我们来看第一段啊，先慢慢的，然后突然下来啊，给大家预览看一下啊，看到没有？就慢慢的，然后突然就下来了，它是一个加速度啊，加速度。然后我们再看第二段啊，第二段往上跑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段啊，第二段的话，它是从地面弹上去的，所以它的速度是由快变慢的啊。由快变慢的话，我们这样调速度，我们之前讲了，速度越快它就越陡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调整一下，让它变陡一点，变陡一点啊。然后呢，这边往左边拉一点啊。好，刚开始很陡，对不对？代表它的速度很快，然后它弹到越往上，它的速度就会降下来啊。我们来预览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好，再预览看一下。好，上去的时候速度就变慢了。同理，我们看第二段线啊，第二段线也是一样的，它的速度由慢变快啊。慢是什么？慢是越平缓，它的速度越慢啊。我们来这样调一下。好，这一段它是比较平缓的啊，代表它的速度是慢的，越陡它的速度越快。好，我们来看调整完之后，我们看前两段，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就这个效果。然后后面的都是，理论上是一样的啊。我们来调节一下，后面的调法都是一样的调法。好，速度变快，往上弹的话，速度是先快，越到上面的时候，速度就越慢啊。然后这一段呢也是一样的。好，看越往上，它的速度越来越慢，慢啊。然后往下冲的时候来个加速度，一下下来啊，一下下来。后面的调法都是一样的啊。好，都是一样的，我们来调一下，变慢，然后这一段呢也是一样啊，变慢，往上越来越慢。好，下来的时候一下就下来了啊。这里再调一下。好，我们调完之后，我们看一下预览，看一下啊，是不是比刚开始要好一点啦？好，这个就是运动曲线调完之后的效果，比刚开始的时候效果要好很多啊，效果好很多。好，我们刚刚学习了一个小球弹跳的效果，但是有没有更快捷、更方便的一个方法呢？当然，答案是有的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用插件进行演示一下怎么去制作这个小球弹跳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用插件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制作小球弹跳动画。那么好多同学问，什么是插件？插件它其实是一款辅助啊，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。那么在安装插件之前呢，我们先要对 A 进行一些调整。我们点这里看啊，编辑，我们点一下啊，这里有个首选项。然后看这里有个脚本和表达式，点进去啊。我们要把这两个勾啊给勾上，我们这里已经勾上了啊。勾完之后呢，我们点确定。好，点确定确定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进行安装插件了啊。这款插件的名字呢叫做 Easy Bounce。如何安装呢？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插件的文件啊，就是这个复制一下啊，复制一下。
然后我们打开 A1 的安装盘，我的 A1 呢是安装在 F 盘的啊。好，这里 A1 软件啊，打开 Support， 点进去，然后找到 Scripts 啊这个，然后接着我们找到 Scripts UR 这个呢就是插件的安装栏啊，安装文件。然后呢，我们把插件，刚刚我们复制的那个插件文件啊，复制进来啊，复制进来。我这个之前呢已经复制进来了啊。复制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直接点击擦掉。好，安装完之后呢，我们一定要把 A 给关掉，进行重启一下，不然的话它是不会显示那个插件的啊。我们把它擦掉，重新打开一下。我们重新打开 A1。好，这个时候啊，我们打开 A1 的窗口这里啊，点一下，那往下拉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发现 EasyBounce 这款插件就已经安装进来了啊，安装进来了。我们点一下啊，点一下。啊，这里选 No 啊。这个插件其实很简单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不要看它英文啊，不要害怕，它基本上只用到第一个按钮啊，只用到第一个按钮。好，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哈。小球，小球刚重新创建一个吧。好，重新创建一个。好，把它的颜色改一下，改成黄色，然后把这个小球它的这个锚点移动到了中心啊，以免它出错。好，移动到之后呢，我们打开它的 P 位置键啊。好，我们切换到选取工具啊，切换到选取工具。好，在第0秒的时候，我们把它移出去，然后在第8秒的时候，它弹了进来，对不对？啊，第8帧的时候说错了，第8帧的时候它弹了进来，然后在16帧的时候，它又弹了上去啊，弹了上去。好，再过6帧落下，再过6帧，这个时间尺度你们自己把握哈，自己把握。再过6帧，好，再落下，再过6帧，弹起，再过6帧，弹，好，2秒之后，2秒05帧啊，直接把它移出去啊，它滚出去了啊。好，我们 K 完之后啊，我们先看一下效果，效果比较生硬啊，比较生硬。然后呢，我们这时候给它添加上插件的效果。怎么添加插件效果？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关键帧呢全部选中，全部选中之后，我们点插件的第一个按钮啊，第一个我们点一下。好，点完之后，我们发现啊，这里面多了一个关键，多了一个那个位置啊，因为它把 X 跟 Y 轴啊，它分开了啊，插件把它的 X 跟 Y 轴位置进行分开了，并且添加了曲线。啊，添加了曲线，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啊。这个效果是不是比我们刚刚手动 K 的效果好多了？对不对？是吧？比我们手动 K 的效果好多了啊！是不是感觉很棒啊？这个插件的效果还是挺棒的啊。待会儿插件呢，我会放在群里面或者我的学习资料里面啊，大家可以去下载。